嗨，大家好。最近几天有骑车啊，但是没有拍视频，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跟大家介绍的了。所以除了在村里骑行锻炼以外呢，就没有再特地的分享我的所闻所见了。另外一个呢，天气也冷了啊，特别前几天曾经去到10度以下，就出来骑车呢，你穿个长裤不大方便啊，穿个短裤呢还是有些冷。但今天呢，刚刚看了一下天气，气温已经回升到18、19度，下午可能会到20度啊。所以今天还是打算随意的出去骑行一下，但是呢，毫无目的，就这么漫无目的的随便骑一下。广州的天气啊，真的，尤其是到了秋以后，真的非常适合的大家的这种身体状况。第一呢，肯定是不冷了，没有必要像已经进入寒冬时期的北方地区那样的老百姓，出门都要裹得紧紧的。虽然他们的家里面有暖气，可能会比较舒适，但是你要到室外去活动呢，肯定是差一点啊。尤其是下雪的天气更是出行不便。因为我自己也是有一些亲戚在北方地区的，所以从个人而言，我不仅适应了南方广东这样的天气，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这边很容易住。一个当然就是天气的情况不冷不热的。当然热的时候也热但是你还是可以走到室内看空调。主要是不冷。冬天呢，真正让你感到有点动手动脚的，撑死了也就是2个来礼拜左右。大部分的时间呢，就像现在这样子，这就是冬天了所以即便像我穿这个短裤出来骑行呢，根本也不会觉得太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人文环境比较随意它既保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的一面，同时呢，它又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些敞开的这个门户，对世界上流行的一些东西或者普世的一些东西呢，还是比较热衷或者能够接受所以从这2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广州还是比较适合中国老百姓尤其像我们这种退休，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养老的生活大概就是我的对广州居住的一些感受吧。
骑着呢，我又来到了天湖居啊。看样子呢，我就要从天湖居这个侧门呢，到村外去溜达一下。今天呢，我其实本来下午想要去把我的车做年审，我相信每个国家都会对这个车啊有这种定期检查的要求啊。但是呢，我去了一下，居然说这个车今年不用年审。现在这些检查程序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对于5年新、10年新等等，它又有重新的定了一些规定啊，就不用像以前所谓的要年审了。所以我的车其实是去年年审，应该是前年啊年审过，所以呢，今年其实是不需要再做年审了。这除了省一点年审费用以外呢，最主要是省了很多麻烦。这也是我今天感觉心情不错啊，愿意再到外面来骑行一下的理由之一吧。谢谢啊。走吧。那你等下就来。没事，我那个轻。从祈福天湖居这边出来啊，就这条路呢，虽然是通了，但是并没有扩建。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后续的公示，所以这边呢就得过且过，有些凌乱。虽然这是一条窄路啊，但你看这个地方车来车往的，还是很多车，尤其是那些装货的大车。
现在呢，我又骑上了这条起伏后面的莲花大道啊，也是一条山道，这也是我经常骑行的一条道路。骑过这个山坡，就可以去到虞山西路。过了虞山西路呢，景观大道。就是。这里呢已经骑到了山顶了，两边的鱼塘在这个山上，就感觉还是有些活灵活现的这种环境啊。看到牌子上写着，这里属于番禺沙头街。我个人意见啊，就是在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当中，还是要尽可能的保留这些原本就有的山地绿地啊，而且还要建设更多的供大家步行慢走的步道，当然还需要一些完整的自行车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城市啊最基本的要素。左侧呢就是丁根村啊，
我上次就从这里面转进去的。左侧呢就是一些村舍、农民的房子，正对着大片的这种山坡地，而且建了很多的鱼塘啊，有大片的有水的地方，就让人感觉还是非常有自然的气息。右侧这个大池塘啊，大鱼塘见底了，不知道要换水了还是要怎么样啊？其实这个鱼塘也并不是很深吧，也就是2米来深吧。这一旦把水都抽干了以后啊，露出河底那些淤泥，但是这个里面好像一条鱼都没有了。走了一段路啊，也就是还不到5公里，就感觉还是有点失算了。穿着一个厚的长袖衣，感觉有一点点热了啊。所以这个天气有时候真的变化还是挺大的。现在呢，我骑过鱼山西路啊，前面呢就是景观大道了，我们就顺着景观大道继续向南骑行。
现在呢，我已经骑上了景观大桥啊，前面那一段呢还在修，但是再往前面一段，我上次就看到已经建得七七八八的景观大道，一直到四良路，又过了一段时间了，不知道那边的工程怎么样啊，顺便也去探一探。每次骑到桥上呢，感觉特别好啊！从高速往远处望，看到右侧的那些很多的小山，一座连一座，满眼都是绿色。但是我的左侧呢，就是低矮处，起了不少楼。看上去左前方这条主干道应该将就要建成了，但是这边还围蔽着，相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顺着这条福北路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沙湾古镇啊。打算到沙湾古镇里面穿村而过，然后呢，再骑到它的外面，到石桥去转转。我的眼前呢，就是沙湾古镇的一个牌坊啊，这边应该是它的西门，我们就从这边骑到里面去。到了这个古村里面呢，见到最多的就是讲着本地话的一些游客。这个村里呢是不让走汽车的，汽车道应该另外有路，所以相对来讲呢，只能步行或者骑行。前方呢就是合适的大宗祠刘根堂啊，这个边上呢有很多的饮食店。我呢今天就是到它周围转转就是了。左侧呢就是一个非常开阔门面的何氏宗祠刘根堂。最近我们去了不少的古村落啊，就这个呢也是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离广州最近的一个古村。
非常好的一个村落。我哋啱啱好似教我哋喺前面呢個。这种青石地板的小路，还有就是周围的这种村庄呢，应该已经有了几百年了。走了一条上上下下的台阶路，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喜欢穿着这种汉服来照相在一个古村里面回味一下古代的生活，挺好玩的。那后贵，没开发。
一群小朋友，应该是当地这个小学的学生吧。好，现在呢，我应该已经出了古村了啊，但是还是属于这个村的范围吧。现在从这条三桂路出来呢，其实我的左侧就是沙湾古镇的南门了。现在这条路叫大港冲路、大象冲路啊。好，转到了中华大道。刚刚呢，我从祈福新村出发啊，顺着莲花大道上了景观大桥，看到景观大桥呢即将要通车了，所以经过了一段沙湾古镇里面的道路，现在呢来到它的外围中华大道上。我看了一下，应该有10来公里的距离了。那么我就把这段呢作为分享的第一段吧。那我们一会儿见，谢谢大家跟随和观看，拜拜。